那个尔淳还能说水土不服，风寒未清，现在连玉莹这丫头也说病啊，到底什么病啊？回娘娘，经奴才打探，玉莹小主乃是气虚湿热，而且全身长满了红疹，所以至今仍卧病在床。那席间其他人的表现如何？回娘娘，每一个秀女都知礼而行，安守本分。不过什么啊？可能是奴才多心吧，但是经奴才观察所见，皇上好像对元琪小主她特别另眼相看。乌雅元琪，真是蜀中无大将。没办法了，娘娘，谁让那个玉莹早不病晚不病，在最重要的时候她才病，这么不走运呢？哦，是上天捉弄，还是招人嫉妒，才落得如此下场？现在还言之过早。如妃娘娘吉祥，娘娘吩咐奴婢为钟阙宫各小主准备的礼物已经打点妥当。本宫记得让特别留一份给玉莹的，是不是？照娘娘吩咐，宝钗已经准备好了，是不是现在立刻送过去啊？是要送，不过我特别留给玉莹的那份厚礼，现在替我转交给元琪。照我吩咐做吧。是娘娘。各位小主请让开，请让一让啊！谁都有份，永不落空。娘娘知道夏天将至，所以特地送上这些竹丝古绢扇，让各位小主做解暑之用。如妃娘娘果然眼光独到，就看她挑这批扇子，手工精致，花鸟虫鱼全都栩栩如生。就算不用它来扇风，光是闲时拿来观赏，就已经是赏心乐事、心凉透彻了。淑宁小主果然是慧眼过人，这些团扇全都是由潮州送来进贡的佳品。贡品啊！这些扇子是贡品啊！不识货呢就别乱说。广东越绣乃是4大名绣之一，我的扇子也并非寻常之物哦。姐姐啊，你为什么出来走动呢？御医说你出红疹，不可以被风吹着。我是双手长疹子，又不是全身都长，还不是一样？玉手不能外露，那怎么能一扇在手啊？娘娘的贡品，照我看你是无福消受了。元琪小主，这把扇子是娘娘特别赐给你的。咦，你们看元琪的扇子多漂亮，跟我们这些不一样哦。是啊，看看，这扇子两面都是金光闪闪，图案还一模一样，跟我们的比起来就是不一样。这款扇子我额娘也有一把，这款是叫双面绣嘛，是刺绣中手工最巧的一种，就算最老练的师傅绣啊，也要绣几天才能完成的。林公公啊，我跟如妃娘娘只不过有一面之缘，她为什么会特别礼待我呢？这个可能是缘分吧，也许娘娘觉得跟小主你特别投缘吧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今天早上有人为你打点的。开始呢，我以为我跟大家的房间是一样的，但是去了淑宁姐姐的房间看了呢，才发觉我的房间啊是不一样的。还有啊，安福寿他们呢，今天无缘无故替我换成丝绸被绢，还为我多加了2个香炉呢。那我就想呢，给他们个红包了，可是啊，他们不要哦。他们不是不要，是要一个大一点的。如妃的扇子扇出来的风，果然真的非比寻常，所以他们当然对你另眼相看了。真的啊？他们全都是看天做事。昨天在清安殿，连天子也向你盛言垂祝，他们哪敢怠慢啊？我嫌他们行动过快才对哦，一早就过来把我的被褥翻乱了，差点啊连我的宝贝也扔了。看你这个傻丫头，长这么大了还把这些石头当宝贝。如果你这一次啊真的能够脱颖而出，受封得宠的话，在你面前呢就再也不是这些五彩石春，而是珍珠玛瑙全都随便让你挑。就算是啊，也轮不到我先挑啊。论样貌啊，2位姐姐胜我100倍。要不是尔淳姐姐啊昨天要留神于玉莹，而不能去清安殿的话，皇上看中的人呢一定会是你，不会是我。只要我们其中一个可以得蒙圣宠，义父就可以安枕无忧，有什么分别呢？是啊，义父教授我们这么多年啊，就希望我们有今天。姐姐明白，如今跟我说男女之间的事，你一定会有点难为情。不过算了，现在说还是言之尚早，因为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事情没解决。玉莹她这次是因为长了一身红疹，所以才可以躲过这一劫，但是她的病很快就会好的。这一点我也想过，与其等她的病好了之后我们再费周章，倒不如让她的病一直的病下去。一直的病下去？
那怎么样啊？尔川，这次又要再辛苦你了。按照宫里请例的规矩，御医替玉莹把完脉之后，就立刻开药处方，然后吩咐小太监送去御药房那儿按方煮药。为避免有人在药里下毒，御医会以身试药，确保无误之后才送给病者服用。跟着，再由小太监把药送到病者宫中，而这个人就是小林子。只要小林子在送药的路上看准时机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尔淳跟玉莹的药偷龙转凤。所以，当药送到钟粹宫的时候，绝不会有人洞悉，其实2份药早已经互有不同。尔淳小主吉祥。咦，尔淳，你找我有事啊？我刚刚喝完药，我知道你怕苦，特地留了2块蜜饯让你下药。你怎么了？还不喝药？这药很苦，很难喝，而且啊，喝了也没用，疹子不但没有好，还多了呢。你看看。不是啊，我说你的疹子少了才对。是吗？御医来的时候没跟你说吗？他只是叫我按时服药，戒绝辛辣刺激之物。我平常不吃那些东西的，但是那个御医啊，他好像认准了，好像因为我乱吃东西才得这个病。是啊，我记得你说过吃桂圆干呢会长疹子，你是不是吃了不知道啊？当然不会啦，我从小到大啊，就是因为吃了那些东西才会出事的。我吃药啊，都已经吃怕了，哪还敢吃啊？既然你知道药到病除这个道理，你还不快点喝药？凉了喝下去啊，不好的。这碗药还那么烫，喝得全身都烫烫的，很痒啊！哎呀，你别抓了。我婶婶她说，出红疹最忌就是皮破出血，就算好了也会有疤痕的。你是不是想变成麻子啊？但是真的很难受哦，你知不知道？好像呢有很多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的，很难忍呢。以前在娘家就有额娘为我拿扇子扇风，才没那么难受啊。但是现在，哎呀，急死我了！好了好了，不要抓了。我那边呢有把鹅毛扇，如果姐姐你乖乖的喝药的话呢，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扇扇子吧。真的？那谢谢你了，尔淳，你快点去拿吧。我很快回来啊。喝药啊？知道啦。姐姐，我拿扇子来了，进来吧。真是谢谢你了，尔淳。咦，你说怕烫不喝？是怕烫啊，不过更怕让你骂呢。我的病虽然没好，不过有个这么温柔体贴的妹妹照顾我，就算病了也变得挺开心的。小病固然是福，但是难得皇上终于回京，我们又错失了觐见的良机，你不失望吗？你很想见他的。想啊，谁让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呢？不过凡事呢都有2种看法。如果这次不是因为病而没出席，皇上呢一定会对我一见难忘，到时候万千宠爱在一身，一定会招人嫉妒，很多是非的，哪会像现在那么悠闲呢？照你这么说，难道一辈子不见皇上啊？当然不会啊。俗话说树大招风，还是让袁琦那个山鸡先挡着点风，等适当的机会呢，我这只凤凰才在皇上面前展翅飞翔。原来你留了一招，难怪呀，你一点都不介怀呢。那还用说啊？到时候我们姐妹俩呢，就像一对门神那样站在门口，左右夹着皇上，不让任何人接近他。玉莹小主吉祥，孙大人来了。玉莹小主吉祥。孙大人，这回真的要劳烦你了。小主客气了。孙大人啊，你看我的皮肤全都长了红疹，还越长越多呢。小主先坐下。哦。敢问小主
有没有按照何大人的吩咐，在服药期间有所戒口啊？当然有了，你以为我不听你们的吩咐才会药石无效啊？不敢。玉莹小主是肝肾亏虚，积毒滞留才会肝风积聚，这样才会引发湿疹的。如果小主你有定时服药，也戒口的话，也许下官开一些清热的凉汤，让小主食疗之用，这会对病有帮助的。小主请窝瘙痒，会留有疤痕的。哦，那是不是我服用的药也要一直服用啊？那当然了。孙大人啊，可不可以在药方里面加一点蜜枣或者蜂蜜之类的东西呢？蜜枣或蜂蜜？其实我也知道苦口良药嘛，不过呢，药真的很苦，很难服用啊。你说药苦啊？这些就是小名字给玉莹小主煎的药。是啊，那土茵陈、田七黄还有地丁，这些全都是清热毒的药。我今天明明看见小名字呢是煎这剂药的，这就奇怪了。既然何大人的药方正确，玉莹小主不可能服错药。服错药？他今天说药很苦，那你看看，土茵陈、西黄草还有地丁，这些药都是偏酸的，加上菊花的话是酸中带甘，怎么会苦呢？玉莹小主的病这么久也没好，就是因为服错药。但是不可能啊，药真的是煎出来的，何大人也应该试过。那真正的药到哪儿去了？你给我去煎药房那儿找其他药渣。孙大人啊，煎药房一天有很多药渣啊，我该怎么找啊？就像你所说，药不会无中生有，无中而去的。那如果我现在怀疑玉莹小主的药是让人调换的话，你会找到些什么？有多苦就多苦，去吧。